买食物，然后自己煮。总共减了公斤。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gs， 欢迎收看全新挑战系列的第1集。那这一集我要挑战的内容呢，就是要进行30天168间歇性断食，也是俗称的 intermittent fasting。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天24个小时，我有16个小时是不可以摄取任何卡路里，然后另外8个小时呢，我是可以正常的吃东西。但是我仔细想想，如果我只是做168间歇性断食，好像有点普通，就算完成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定，在接下来这30天的168断食里面，我还要再加入 Keto Diet， 也就是所谓的生酮饮食。所以呢，我们就来期待一下，究竟把168断食法再加上 Keto Diet 一起来执行这30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当然要知道这30天究竟有没有效呢，我们就必须先去了解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过后才可以做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的对比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量看看。好的，那要做 Keto 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来 supermarket 买食物，然后自己煮。好，买回来了。这样子看是蛮多的，但是因为这是10天的分量，换算成一天的分量呢，就是成这样。我的蔬果类就有花椰菜跟番茄，花椰菜我会跟沙拉轮替，而番茄呢我就会跟胡萝卜轮替。蛋白质方面呢，这里有剥壳的虾100公克，鸡胸肉250公克，鸡蛋2颗，还有一罐 TC Boy 的 tuna。忘了还有这片cheese。欢乐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在昨天已经正式完成了这30天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看对比哦，以体重来说呢，30天以前4月29号，我当时候的体重是81.6公斤，然后在昨天，也就是挑战的最后一天，我的体重是75.1公斤，总共减了6.5公斤。那数字只是一个概念，这里呢我会附上我的对比图。好，知道了成绩过后呢，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先来说说168间歇性断食哦，也就是 intermittent fasting。由于我个人是肚子饿会睡不着的人，所以呢，我把我能用餐的8个小时呢安排在了下午的3点半到晚上的11点半之间，一天吃3餐，下午茶、晚餐跟宵夜。
说真的，我对于这个168间歇性断食呢，实行下来整体难度不会太大。硬要讲的话，应该就是挑战一开始的5到7天，必须去适应午餐期间那一段饥饿感。之后呢，其实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从优点上而言个人认为168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容易执行因为那8小时的用餐时间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对正常人来说，只要你把你用餐时间定在了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之间，然后把早餐拿掉，就可以很轻易的实行了。你就正常的时间去吃午餐跟晚餐就好。除此之外呢，168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星期你要执行几天，比如说周1到周5。你做这个168间歇性断食，而周末周日就照自己平常的生活作息就好。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有cheat day。说到缺点呢，我几乎想不太到，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那8小时以外的用餐时间和你朋友聚餐聊天。但是刚好现在是疫情期间所以本来就不能聚餐。对了，有些人或许会问，我在不能用餐那16个小时可不可以喝饮料？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不可以。你在那8小时以外呢，是不可以摄取任何卡路里的。所以不管它是牛奶、咖啡、果汁、豆浆、运动饮料、酒精类饮品，在那16个小时的断食里都是不能喝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喝白开水以外的饮料呢，我可以介绍你几样：无糖黑咖啡、无糖茶包泡出来的茶，最后就是柠檬水。好的，说完了168，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生酮饮食 Keto Diet。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来源分为3大类：碳水、蛋白质跟脂肪。而说到的减重减脂，其中2大派系就是低脂饮食跟低碳饮食，没有说哪一个流派比较好，只有说哪一个流派更适合你，因为毕竟每个人身体都不一样。先让我快速介绍什么是低脂饮食简单来说呢，就是少摄取脂肪，所有的煎炸类食物，比如说汉堡、薯条，在你进行低脂饮食的时候都是不能吃的。比较常见就是吃水煮鸡胸肉，吃沙拉尽量不放沙拉酱，把煎蛋换成水煮蛋。没错，听到这里或许你已经发现了，低脂饮食就是我们身边一些健身人士口中常说的 eat clean。好，说完了低脂饮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所实行的生酮饮食，也就是所谓的低碳饮食 （low carbs）。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把每天的碳水摄取量压低，让我们的身体在长期缺乏碳水的一个情况下，进而转换去燃烧脂肪来代替碳水。相比168 Keto Diet 对我个人来讲就比较有挑战性了。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迫使我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午餐时间习惯性会配一杯奶茶，或者是每天运动过后呢，我想喝一些运动饮料来补给一下。这些在 Keto Diet 期间都是不能喝的。我其实是个蚂蚁人，甜点、巧克力蛋糕、珍珠奶茶、冰淇淋这类型的食物一直都是我无法抗拒的，因为糖本身它就完全是碳水，所以呢，所有甜的食物我都不能吃。这里不小心抱怨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必须去客观的评估 Keto Diet 的优缺点。对我来说 ，Keto Diet 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 eat clean。Bacon、cheese、ham、炸鸡、烧肉，甚至火锅里面那个3层肉，你全部都可以吃。与其说可以吃，更正确来说是你必须去摄取这些脂肪。毕竟在 Keto 期间呢，你主要的能量来源就是脂肪嘛。所以你不能吃得太干净，换句话说，你不应该 eat clean。除此之外，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些研究显示，它对压制高血糖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毕竟我不是营养师，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还是建议你去听从你医师的意见。好，说完了优点，接下来我们来说缺点。我觉得 Keto Diet 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吃这些正常的食物，从小贩中心到餐厅在卖的鸡饭、云吞面、薯条、面包、披萨，还有你想得到的所有甜点跟饮料，甚至连一些比较高糖分的水果，你在执行 Keto 期间都是不能吃的。这里我先强调一下不是说这些食物不好，而是如果你想执行 Keto Diet， 这些食物你都是不能吃的。那除了食物的选择之外呢，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你的 cheat day 或 cheat meal， 想要让你的身体转换模式去燃烧脂肪来代替碳水，也就是所谓的 ketosis， 你就必须让你的身体长期缺乏碳水。这里的重点是长期2个字，一般人至少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适应期而这一段适应期是完全不能被打断的，一旦被打断了，你就必须重新来过。说白点就是，如果你要做 Keto， 是不能有cheat day或cheat meal的，一餐都不行。
正在看影片的你，如果你有一天要减脂或减重，你会选哪一个方法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会选的方法和原因。或许有些人在想说，我2个都不选，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运动。最后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运动量哦。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我从去年的5月起到今天，我每一个星期至少会运动5到7天，但是还是吃成这样。我这里主要想说的是，运动它虽然是其中一个因素，可是最重要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均衡的饮食习惯。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下订阅和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看到。我是 Wings，我们下期见，拜拜。